Never give up，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哇，他好像看起来很得意哦。咦，整洁冠军，功劳不小啊，同学。你们想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只要一个答案：加入我们，还是跟我们作对？我想，你应该知道不加入我们，这个后果会怎样啊？我又不怕你们。你不要再嘴硬了，就算你骨头再硬，你比得过这个吗？不要欺人太甚哦！呀，生气嘞！你们最好把手上家伙留下，然后给我乖乖回去。哈，那就太荒谬了！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不知道严重性。喂，有武器的才敢大声说话吧？我看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你吧？今天的餐会好像特别久，都是教官嘛，讲那么多话，我都不会咳到。如果你不加入我们，那我劝你千万不要放学。我警告你，我才警告你！我告诉你，我们知道在哪里堵你，到时候我只要一个标准答案。我的话，听懂了没有？走。小凯，下。主任，抱歉，我的车子半路抛锚了，得等拖吊车来拖。是，我早上刚好没课，我想请半天假，下午上课前我会赶回去。谢谢哦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系。家谱，家中的原地，谱就是原地。这位同学，你会不会进来太晚了？对不起，我拉肚子，迟到了。哦，那也没办法，请坐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。无他，没有别的意思，这里是没有什么的意思。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下课。起立。立正。起立。谢谢老师。小凯，你还好吧？
我今天早上回来，看你脸色不是很好，你应该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没事。你肚子还好吧？要不要去保健室拿药吃？没事。如果真的不舒服，不要勉强哦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向老师请假回家休息啊？你知道老师去哪里吗？老师不在吗？师傅，好了没啊？还没。老板，我那台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？老师，你赶时间吗？是啊，我下午第一节有课，不是说换个电瓶就好了吗？你第一节课是几点？1点吗？老师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要做整体的检测，看还有什么要修的。啊，那要多久时间啊？我会不会来不及啊？11点会好，你开快一点应该可以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哎，老板，我手机忘了带，可不可以借你们电话用一下？哦，老师，电话在这，请用。啊，谢谢。喂，主任啊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们班的班长我的状况？对，我下午会回去。对啊，这边有点吵，我听不太清楚。好，好，那就先这样。我知道老师去哪里了。老师去哪里了？主任说，老师早上来的时候车子坏了，现在在修车厂。是哦，那下午的课呢？老师有交代会回来上。文凯呢？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先喝杯水，哦，再一下就好了。早知道你随便说说，我就先叫计程车回去了。老师，我保证12点一定可以把车开走，要不然我不收你钱。哈，12点啊？不会再拖了吧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喂，请问郑玉珍老师在吗？郑老师不在，请问你哪边找？喂，怎么不说话呢？喂，玉珍老师不在，你哪位啊？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不知道，他没交代。他会回来吗？不知道，他请事假了。你如果有事可以的话，我帮你转达啦。那也来不及。那我也没办法啦，就这样啦。谢谢。文凯，你怎么啦？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？你怎么来这里啊？学已经上不下去了。学校发生什么事了？学校里那帮人要堵我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们老师呢？他……文凯，
他人呢？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老师，反正我这一生就这么烂了，我也不在乎。为什么不在乎？难道你不会怕我，看不起我吗？只想带你毕业啊！你不会觉得为了我这样的学生，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是件很笨的事情吗？我是笨，我怎么这么笨？笨到让你又受到伤害，我怎么这么笨？我找了好久，一直在找一个我可以信任的大人。为什么？王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萧太，你儿子怎么教的？教他会救重寻仇，你还真厉害。怎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警察先生，你辛苦了，你弄错了。我不是萧文凯的妈妈，我是他的老师，老师哦，请多多指教。我想保这个孩子出去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萧文凯，连你妈都不来了，你老师还专程来保你出去，你看看老师对你多好。以后不要再交坏朋友了，要多念点书，才能报答你老师，知道吗？谢谢。对不起。老师希望你可以帮我带着大家一起毕业，因为啊，老师最大的梦想就是跟大家拍一张美美的毕业照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老师，
师，不要哭了啦。一想到你会变成怎么样，我就忍不住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还是会过得很好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是他们找上来的。难道不能避吗？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？为什么不让老师跟学校来处理？学校不会处理，因为他们都是好学生。其中一个还是老师的孩子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因为他们自己就这样告诉我。还竟然以此为傲。他们要我加入他们，我不可能。他们就呛说放学要堵我。老师，他们拿的是木棒、铝棒，我找几个兄弟帮忙，这样大家才公平吧？文凯，你可以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可是你为什么连老师都要瞒着不告诉我呢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打过电话回学校了，可惜老师还是没回来，所以我就自己决定了。文凯，如果那通电话是我接到的，你会听我的吗？老师小心！老师你们怎样？老师。这哪是一个学生的手？对不起，我是我错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只是难过。为什么没有一双手可以及时拉住你？为什么我偏偏要今天修成？为什么没有一个老师可以阻止你？为什么要让你跟孩子这么辛苦？为什么？老师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谢谢你那么认真的教我，谢谢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，学校是不会再让你念下去的。我明白。各位同学，今天发生的事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文凯因为犯了错，所以必须要离开。
但是在肖文凯离开之前，有一样属于肖文凯的东西，老师希望在大家面前拿给他。3年14班肖文凯同学，因用心负责整洁事务，荣获全校整洁冠军，特此颁发最佳进步奖，以资鼓励。以我的成绩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奖状？肖文凯，我帮你。哦，好啊。欢迎来到我们班。为你自己的盆栽找个位置吧。校长，玉珍老师，来，玉珍老师啊，这位是曹官夫人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老师，很可惜，没办法让你教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我也是。文凯，这段期间你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但是路要是我没有做好，是我没有遵守信用，还是让你受到伤害了？才怪！你是个讲信用的好老师，我这辈子相信的人只有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再给你最后的建议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哦。以后不要再这么冲动，不用愤世嫉俗。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坏人。大人的世界或许让你觉得虚伪冷漠，但那不代表你要跟着虚伪冷漠。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能脱离黑道就脱离，不能脱离的话，也不要做坏事，知道吗？清澈的天空。曾老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要介入学生的人生，介入越多，只会更觉得无能为力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不在的时候，有一通要找你的电话，不过他没有说他是谁，只是一直不断的问你什么时候要回来。这个时候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？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？我打过电话回学校了，可惜老师还是没回来。是他吧？那通电话
应该是肖文凯打来的。哦，或许吧。不过我有叫他留话，我会帮他转达。哎，郑老师，你怎么啦？我只是在想，如果这通电话是别人接到的，如果这通电话是我接到的，然后多表达一点关怀，这件事一定会变得不一样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。郭老师，你有牵过学生的手吗？牵学生的手不可以，这种事啊，绝对要避免。可是这个学生，他有一双粗得不得了的手，满满的茧，伤痕累累。这不应该是一双国中生的手，那是一双拍苗郎的手。问题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？郭老师，自己的手保持得再干净，不去牵学生的手，你又怎么能够感受学生的伤痕？校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各位老师，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开下去了。陈老师，接下来是临时动议。玉珍老师，校长、主任、各位同仁，我拿到了肖文凯的退学通知，不出意外的，他遭到退学处分。当然不是意外啊，这是施暴者该面对的结果啊。但是，我们是不是还遗漏了什么？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处罚，仿佛这件事情就是肖文凯一个人造成的。当然啊，他是加害人哎，其他是受害者啊。受害者？他们身体分别受到轻重伤，难道他们不是受害者吗？我完全无法认同你的说法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只看果，对因完全视而不见。明明就是这群人对文凯施予口头暴力，严重到有生命危险的威胁，这才是这整件事的因啊！等一下，玉珍老师，你是说这3位同学的所作所为，就是所谓的因？可是再怎么样，他们也只是口头上的威胁而已，并没有真的怎么样啊。难道生命受到威胁就不算受害者？难道真的要被打成重伤，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才算是受害者？好了，总之打人啊，就是不对。没错，打人是不对。可是这是他愿意的吗？请你们仔细回想，肖文凯这一阵子的表现，开学以来他是变好还是变坏？他认真、负责、讲信用、忠于工作，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美德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眼中就只有那张挥之不去的暴力标签。肖文凯，肖文凯，你以前在以前的学校做过什么我都不管，可是在本校你所做的一切我都在看哦。事情已经这样，你们要退文凯的学，我没有意见。
但是那3个学生呢？将来要怎么处置？不管你怎么讲，总之要有犯行，我们才会处理嘛。虽然他们行为有所偏差，我们也加以训斥了嘛，而且我们请他们家长带回去严加管教啦。就这样，肖文凯付出勒令退学的代价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从这件事情当中得到教训。难道你们看不出来，这3个人才是这次事情的主因？今天我们纵容他们，将来还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学校不处理，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好学生，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哦。可是各位，我们是不是纵容了这些孩子的堕落？犯了错被包庇，这算什么教育？再过10年、20年，因为暴力而误入歧途的孩子长大了，他做起坏事来，害到的可能只是几个人。可是因为好学生标签而被纵容的孩子，他们做起坏事来，却很可能拖垮一整家公司，危害整个社会跟国家，害到的人可是成千上万呐。我们却没有在最关键的时期教导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为犯的错付出代价，反而教会他如何为自己的罪名开脱。这个就是我们为人师表应该教导他们的吗？各位，我只能这样子来表达我的失望。玉珍老师啊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希望。夏天来的时候，我带了2年的这一班，终于要毕业了。那个最后一排的同学，麻烦向中间挪一下。那位同学没有来，可是我们要把位子留给他。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决定。就这样拍吧，尊重学生。这是我们班的同学爱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决定。来吧，来看这边。我的这一班照了一张最有意义的毕业照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忘记肖文凯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文凯永远是他们的好同学，而这也是我告别公立学校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张毕业照。这么快就想学生啦？不是想，是在检讨。儿子，你呀，就是忘不了肖文凯的事。我当然忘不了啊！我多么希望肖文凯可以在我的班上毕业，而且也是肖文凯才促使我去思考，我是不是该给一段自己空白，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脚步，然后去想一想，如果要继续走教育这条路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得更好？我懂，反正你1年的事清假已经请了，就好好利用1年的时间去休息沉淀一下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每一次休息过后都会有更棒的表现。可是我也不能光休息啊，老公，1年的时间很宝贵哎，我要一面休息一面思考，同时还要一面充电。充电？不急吧？难道你想进修啊？不是进修啦，我指的是换另外一种学习的方式。怎么说啊？我想去慈济的教育置业发展处当教育志工。教育置业发展处在哪里啊？花莲啊。花莲？哎呦，老婆，你好不容易离开学校哎，却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啊？哎呦，老公，我只是暂时离开学校，可是我还是教联会的老师啊。
我想说不定在教发处有更多服务跟奉献的机会嘛。当我为了肖文凯跟学校第2次起冲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对校长说，我是对教育失望，但是我没有放弃希望。当教育之功，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希望的开始啊。可是，这样不就等于要到外地工作了吗？你会不会太冲动啦？老公，你怎么起来啦？糟糕，害你也不能继续睡了。我半夜本来就常常起来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你看我的薄荷不是种得很成功吗？以后啊，这边我要种薰衣草，这边是迷迭香，还有我们客家人最喜欢的紫苏和9层塔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1个礼拜呢只去花莲3天2夜，其他时间我都会待在家里，绝对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没人陪伴，只能种花草来消磨时间的孤单老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，我是想说，院子这么大，总是要利用一下啊。真的哦？所以你是支持我的喽？我有不支持你吗？我唯一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。如果你去花莲当志工，不是变成每个礼拜都要杨梅、花莲2地奔波，你觉得身体应付得来吗？没问题，我都会按时在吃药，而且啊，当教育志工的工作量跟压力，应该都会比导师还要轻松。1个礼拜有4天可以在家休息，身体一定负荷得来的。这样就好。老公，你光想到我的身体，其实我会这样做的思考，也是顾虑到你跟小孩。如果我去花莲当志工，1个礼拜就有2个晚上不在家，你觉得阿凯跟阿伟可以适应吗？没问题的啦，他们早就不是小孩了，说不定这也是一个我跟儿子发展 Men's Talk 的大好机会。真的？那我以后就没有收入喽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这几年公司的业务很稳定，远景也很好，我们能有能力奉献，应该要很感恩，也很欢喜才对啊。谢谢喽。哇，你这么快就把1罐可乐喝完啦？晚上喝可乐会睡不着。还好啦，走吧，上楼睡觉去。现在呢，就要等适当的时机，把这件事情告诉爸妈跟阿凯阿伟了。啊，那么好哦！妈妈可以每星期去花莲3天，那不就跟度假一样吗？对啊。那现在每个礼拜家里就有2个晚上，只有我们3个人喽。是啊。那我们就可以玩电脑玩久一点了，而且还可以晚一点睡觉。对，妈妈去花莲度假，我们也可以在家里放假喽。耶！喂，2位先生，妈妈不在，爸爸在家哎。可是爸爸，你不是跟我们一国的吗？谁说的？爸爸不能管你们啊。可以，到时候看谁小便完没有把马桶坐垫给放下来。还有，是谁没有把袜子翻过来就丢到洗衣机里面的啊？还有，谁喝完饮料没有把瓶子冲干净就丢进回收？还有。好了，吃你的冰淇淋啊，还有喝你的可乐。唉，说不过你们2个。
我会注意的，谢谢爸。只有3天2夜啊。正光已经跟他爸妈讲过了，他们也都没有意见。我知道，阿凯、阿伟比他想的要独立多了。是啊。好，我知道，拜见。我就知道爸会支持我。老公，以后机场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不用麻烦你送我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这是你第一天到花莲当志工，我一定要送。而且姚梅到台北又没多远，这么早的飞机，我送比较方便，回去刚好上班，时间都没有浪费到，够有效率了吧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们3个男生可不要造反哦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才2个晚上，又不是2个礼拜，我们变不出什么花样的。谅你也不敢。叫发出你好，是，他外出哎。师姐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我打得太大力了？没有，我是看你打得好快哦。哦，还好啦，常打就快啦。有一个师姐啊，她说我好像跟键盘有仇一样，打得太用力了。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要把电脑练得熟一点。现在都已经用电脑处理资料了，我以前没有学过，又对机器有恐惧，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。哎呦，师姐，你不要这样说啦，打字是技术，学就会啦。如果你想要学的话，有空我可以教你。谢谢。曾老师，您是曾玉珍老师吧？我刚才听到你的声音，觉得好熟悉啊！我在教联会的活动里听过您的演讲。我是慈济中学的曾校长。啊，校长您好，不好意思，一下没有认出来。别客气了，曾老师到花莲来办事啊。我是来当志工的，不过才刚来还不熟，还没发挥功用。到花莲来当志工，就在教发处啊？是啊。曾老师离开教职啦？我请了1年世新假，想说来教发处看看，看有什么帮忙，还有发挥的地方。哎呀，以曾老师的长才，应该到我们慈中来发挥一下才是啊。慈中？我非常希望邀请曾老师能够到我们慈中来担任教育职工。曾校长，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来慈中当老师？才说不当老师了，结果转了一圈，你又当回老师了。我只能说，这一切都是菩萨的安排。听说有个教联会资深老师要来这里当教育志工，好像姓曾，是英文老师。那不就是慈济人喽？你不是慈济的老师哦？我是在慈济中学当老师，不是当老师的慈济人，还分得真清楚哦。其中这个国3善解班的同学，可能问题多了一点。从去年到现在，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他们气走了。善解班魔咒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说慈中的善解班问题总是特别多，不是老师教不下去，就是学生啊常常都转走。他们都说善解班其实就是解散班，就是你说的那位曾老师啊，校长特地来介绍过了。哎，我猜中了，他的位置就在你旁边，以后呢有什么难题，你就可以直接找他了。我让你在英文课自习其他的科目，是对你的尊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凭什么想专心听课的同学要受到你这种干扰？你教的英文我都会，不然你要我怎样啊 ？Really？ 那边是有个人啊。杜凡克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知